所以说韩华明年的这个队伍组成依旧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宙斯可能回 T1。好，那么预测一下明天韩华打菅基啊。明天韩华打菅基的话，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会像联赛里边一样，但是比较可惜的是，这是个淘汰赛啊，这是个淘汰赛，所以韩华呢有可能啊，我只说有可能啊，因为就是 T1 也是遇到这个 AL 了嘛，那这两个队呢有可能同时8强出局。虽然说明显看上去现在是韩华要厉害的，但是呢。因为8强是直接淘汰，没有机会的啊，一个比有5，所以只能说可能就是严格来说，可能今年宙斯转会还是转了个寂寞啊，宙斯今年转会还是转了个寂寞，肯定是想要更好的成绩的，但是呢，最终还是大概率跟 T1 一样8强，而且是跟今年就是烂的比较夸张的这个 T1 一样啊。因为主要烂的比较夸张，是因为呢 T1 现在这除了 Faker 以外，其他几个都特别夸张。Faker 呢也是刚刚有点这个回暖啊，之前也夸张，所以说只能说这个可能大家实力不尽相同，但是命运可能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我们再说回韩华和菅基，韩华菅基的话，我们还是以位置的这个对比来说一下。韩华现在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主要，我觉得还是比较依赖上下路的队伍，就中野本身的强度。如果说其实打中下游的队伍其实还好，如果打强队的话。中野的强度不够高，但其实也是说可以用，只是说不够高。如果说对比菅基的这个强度的话，我觉得打野的强度没有差那么多吧，当然 Kenya 他本身就是那个风格，但是中路的强度实在差距太大了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么下路的强度呢，我觉得也是如乐稍微厉害一点。上路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强度差不多，但是宙斯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尴尬的。宙斯的掉点被抓这个问题，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。Keying 这方面就好很多，特别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死亡率啊、阵亡率。所以说呢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说时也命也啊，心疼宙斯一秒。这个转会转了个寂寞，我只能说看看明年吧。明年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，如果能够回去重聚呢，可能好一些，而且明年韩华就是小花生是明确说要退役的，打野找谁呢？对不对？今年如果说 AL 成绩很好的话，塔战应该就放不了了。那么这个你唯一能来的就只有看片，其他的还不如看片，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。那么看片今年的在滔博的这个状态呢，我说实话也是经常的发狂，50%的举发狂，就是狂一把人一把啊，人一把狂一把，所以你很难想象，如果说现在这个看片的这个状态啊，去韩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？而且就是看片现在又是跟红米深度绑定的。但是韩华已经有单底了，对吧？你不可能把韩华原来的教练给开了吧，对不对？功勋教练开了，换一个深度绑定的。虽然不是说红米不行，红米跟单底本身也是个师徒关系，本身他们关系也很好，但是你这样换，你不太现实啊。所以说，韩华明年的这个队伍组成依旧是个很大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宙斯可能回T1更好一点。我们不管说什么赚钱掐流量啊，还是说整体的队伍的这个适应性啊，我觉得都是要比在韩华要好一点。除非韩华真的明年能拿下塔战啊，然后中路的话，我觉得看看能不能把 BDD 给买了。你不是有钱嘛？有钱 BDD 那个1年合同也给买下来了，对吧？3年只打剩1年了嘛，对吧？那我觉得这个韩华明年还真能跟菅基刚一波正面。不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的，好吧？那么这一期的这个预测呢，我也是说了啊，就是预测菅基啊。那么这个到这里了啊，我预测的菅基胜利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、点点赞，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